有粉丝说自己泡的酒没有我送给他们的好喝。其实基酒的不同，水果的产地、原材料的比例都是影响口感不同的关键，尤其是基酒的不同，最终会导致泡酒有天壤地别的差距。分析原因是基酒的滋味跟水果滋味互补得当，才会让口感更加饱满顺滑。反之，滋味不合，那泡酒就是画蛇添足了。自从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就只能不断做实验，去寻找搭配每种水果最适合的基酒。因为我实验比较多，所以我都是对比很久才找到既保证正品还便宜低价的渠道。最近发现抖音商城超值购，现在点击评论区链接或点击商城按钮进入抖音商城，找到超值购频道，买大牌酒水特别实惠，官方补贴只讲低价，假一赔十有保障。活动期间每天都能1499元抢茅台，real只要1元。我正好采购了一箱金石元，这款酒的气质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淡雅，其甜绵爽静香，适合我调酒以及做泡酒实验。马上中秋了，结合上次东方之珠鸡尾酒的吊香玫瑰的经验，我试验了一下吊香桂花，调一杯中秋满月酒，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制作方法。用冰块加酒，能调取桂花香气，加入柠檬汁和石榴糖浆，还有之前做过的恒温水域工艺的橙啤酒，最后 shake 一下倒出，再取一片圆形橙皮做装饰。桂花香气比玫瑰香气更好的萃取，原酒的淡雅感在花果味间若隐若现的穿插，整体非常饱满有层次。好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大家有什么泡酒的问题都可以私信我，我一般都会回复的。邀请粉丝品尝的草莓威士忌，今天出酒，先把酒过滤到一个大酒罐里，威士忌自身的橡木桶滋味融入到酒中，跟草莓果味做了一个很好的互补，而且融合过渡的非常自然。最早的这个实验组合让我意识到酒的某个特点和果味互补会让泡好的果酒更有层次。最后先装出来3瓶送去检测，等检测合格后我会陆续联系大家包邮送出。剩下的草莓有点多，之前都扔掉了，但总感觉有点浪费。刚好买的紫铜蒸馏器有串香装置，于是我实验一下把草莓里的酒再蒸馏出来会怎样。第一次蒸馏得到2升38度的酒，草莓的价值基本上被我完全榨干了。不过酒看着有点浑浊，于是我决定第2次蒸馏。2次蒸馏一定会损失掉更多的果香，毕竟只是试验。蒸馏出来的酒到底能做什么用，也有待探索。最终得到1升70度，带有草莓香气的蒸馏酒。大家觉得这个酒应该叫什么酒呢？最近是梅子上市的季节，答应大家的青梅酒今天开始制作，等6个月检测合格之后，还事前邀请100位粉丝免费包邮品尝。我生平第一次喝的泡酒就是青梅酒，是一个朋友自己做的。当时口腔瞬间被青梅的酸爽穿透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前年做了不同品种梅子泡酒的测试，去年做了不同基酒泡酒的测试。综合2年的经验，我感觉二锅头浸泡的最终口感是酸爽度和穿透力最舒服的，所以这次就用这个组合。我做研究和实验比较在行，生产和销售经验不足，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我这种先邀请粉丝品尝，再根据反馈调整，直到大家满意后再考虑生产销售的模式，大家觉得如何？有什么建议欢迎随时跟我沟通。草莓威士忌泡酒已经全部送出，第4批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今天开始制作。单独泡荔枝最早有尝试过，虽然不难喝，但味道有点大爆。去年尝试红茶荔枝的组合，口感立马饱和了起来。红茶不能浸泡时间太长，否则会出现令人不悦的杂味。用冷萃一版的方式，可以刚好泡出茶香和甜香。因为是邀请粉丝品尝的，所以我做了适当的降度，并减少了黄冰糖的用量。泡荔枝酒前几天会出现浑浊的现象，是正常的，大概10多天之后，酒体就会慢慢的清澈。好了，等2-3个月后送去质检，合格后再陆续邀请大家免费品尝。前几天在北京喝了杯浓丝柠檬特调，咖啡与啤酒的融合，意想不到的惊喜。剩下多半杯带回工作室，准备复刻它。我们先来解决配料，用到的有冰块、柠檬、咖啡、气泡水和乌苏白啤，这些咱们都有。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比例。我计划先根据酒精度测算出啤酒用量。用蒸馏法测试了一下，显示0.5度左右。420毫升的成品杯，420乘以0.005除以0.045等于47克，所以啤酒用量是47克，其他的就好办了。先来大约50克左右的冰块，再倒入大约290克的气泡水。咖啡一杯大约是30毫升，啤酒47毫升。最后加入2片柠檬，大功告成，品尝一下口感，也就1-2分像吧。2大问题：一、重度烘焙的豆子工艺像是主调，不行。解决方法是用中度烘焙的好豆子，而且冷萃工艺，虽然费时费料，但能更好的萃取出花香和果香。2、原版中浓丝柠檬的浓郁感里多了一丝清甜，用到的不是黄柠，应该是更贵的香水柠檬。再试一次。
成品杯加入冰块，倒入气泡水，冷萃的咖啡，再倒入这款精选阿克苏小麦酿造的乌苏白啤，麦香浓郁，爽劲十足。原版里啤气是主要特点，也就是加入乌苏的原因，有点意思。最后加入2片香水柠檬，品尝一下口感，7、8分像了吧？美中不足是咖啡的醇厚感，因为他们在豆子的选择上肯定要比我丰富和考究很多。目前店面还有浓缩柠檬白啤拿铁，口感更加富裕醇厚。据说这次乌苏啤酒和拉瓦萨联名都是限时限量联名款，所以附近有拉瓦萨咖啡的朋友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啦。今年将开启很长一段时间的送酒活动，第一期视频是在2023年春节当天发的。令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收到了8000多份报名表，而且还在增加。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报名，因为在年前我做好了第一批检测合格的泡酒，是100份50毫升的红枣朗姆酒。发视频前我还在担心，万一没人报名，这都够我喝半年了。没想到大家的喜爱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喜爱与支持。还有几处没想到，第一，没想到在家调酒的人竟占到60%，爱喝鸡尾酒的人逐渐增多。可我没有想到，竟有这么多人愿意自己在家调酒喝。第二，没想到很多热心朋友的帮忙，因为视频是过年期间发布的，一时咨询量很大，群里有几个热心的朋友，在我没能及时回复的时候，帮忙给大家回复链接，让我瞬间感觉群的温暖。借此视频也向你们表达感激之情，我也会私信你们，第一时间赠送你们想要品鉴的水果泡酒。第三，没想到最受欢迎的第2名，受欢迎度最高的是草莓威士忌泡酒，这点我有想到。可排第2的是红茶荔枝泡酒，是我没想到的。上次做的红茶荔枝泡酒，虽然用的红茶不是很好，却让我感受到茶加水果加酒的无限可能。接下来我要做大量的茶叶口感的测试，我们一起期待。最后公布一下，第一批准备赠送的是红枣朗姆泡酒，报名表中选了这一项的有200多人，我将筛选出100人，然后逐个联系来确认。这次没有收到通知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送酒活动不止这一次，我会在每种时令水果上市的阶段，逐个把大家喜欢的酒都做一遍。比如说，如果下一次做的是草莓威士忌泡酒，那我还会从这几千份名单中找出选择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朋友来赠送。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第一批报名的8000多人，在今后的时间里，基本都会收到一瓶你想品尝的某一款泡酒。这几天我在等包材和邮寄箱，打包就绪后，我就会邮寄出第一批泡酒，敬请期待吧。最近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很火，我们都知道，喝威士忌的时候加冰是为了充分享受它的香气和味道。那喝金酒的时候加冰又会有什么变化呢？如果是小瓶直接咂，喝起来草木香气浓郁，主要集中在中口。现在记住这个味道，以方便对比。接下来加入一块圆冰，再倒入一些金酒，放置1分钟后，酒体温度降低到6度左右。喝起来原料里的草木香气转移到了中口和回味上，口感更加清爽顺滑，酒的刺激感也没有了，综合感觉的确好入口了。功劳主要来自于冰块的降度，所以很多调酒组合都是在预设有冰块溶水的情况下设计的。说到这里，曾经我也好奇过冰饮白酒会是什么体验。试过的人都知道，白酒加冰后会让酒体失衡，高级脂肪酸酯被析出，产生白色絮状物。而金酒酒体本身的光泽并不会因为加冰而发生变化，风味和观感皆为佳品。而且加冰后，金酒酒体温度和分子能量的降低，还能降低酒中药材带来的燥热，让成分被身体更好的吸收。这也符合以清去燥的养生原则。看着这颜色和感觉，真应了那句“禁酒是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说。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不过无论什么饮用方式都得适量，切记禁酒虽好，不要贪杯。